哎呦，不要紧，我们寻美食是风雨不改。对，哎，我们的车还是一样的，可是我们的车是没有变道。对，好了，还是一样，上次客出发找美食。哇，来，今天想吃什么？你这么快就不知道要吃什么？问你们想吃什么吗？迎着风，迎着雨。这个会。哇！今天那么特别哦，通常我们只是开了这个才会知道那个食材嘛，猜那个食材。可是这一次我们是用白板来猜，我今天是玩猜猜游戏哦，加码在10线内猜对有赏，猜错打屁股，需受罚。哎呦，我还有多一个。然后 OK， 第一道题啊，猜今日食材，一句有关联的成语或俗语，限时5分钟。所以如果这个是传统料理的话，还是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了。我觉得你要当，因为是传统料理。OK， 所以如果是传统料理的话呢，书生大哥你就要准备受罚了。如果我们猜错的话，那如果是创意料理呢，我就来负责任。如果是小朋友喜欢的呢，就由弟弟来负责任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不用3个人一起受罚，你知道吗？就1个人受罚，我们就直接开来。1、2、3，计时开始。老虎，老虎，食材不可能，我们不可能吃虎肉吧？虎喜欢吃的东西。所以老虎是吃什么？吃肉啦，吃肉。所以我觉得是其中一个肉，哪一个肉我们还没有吃过。哦，想到了，我知道了，羊肉。送羊入虎口。对，羊肉。羊。耶！ OK 了，我们猜完食材了，现在要猜第一道美食，对吗？就是你的传统料理。对。然后呢，羊肉传统料理有什么？我在想会不会是药材羊肉汤？可能刚刚下雨啊，所以有可能是羊肉汤，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性。所以我们就不用猜了，打开喽。对了，开了，打开喽。弟弟开啊。羊肉汤哦，羊肉汤。哇，今天很厉害哦，一连串全部都猜对了。哎，今天我们好像特别聪明嘞。啊！我们3次课现在要去吃传统美食了。哎，看到了，应该就在那里了。哪里？哎呦，哪里？我的传统，加油！来，哇，羊肉汤。果然是羊肉汤，是，而且是很传统的哦。真的，我一闻到我就知道 ，OK， 我就有吃过。你有吃过？吃过啊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它独特的这个味道在里头，对吗？我可以告诉观众朋友，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吃过这家的羊肉汤了，已经有几十年了。但是呢，后来他搬走了，我就找不到他了，所以我也 miss 他很多年。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，你找到你应该是总有一天找到你。所以以前你吃的这个羊肉汤跟现在的还是一样吗？他们有那么多料啊？现在的摆盘卖相好看很多，以前不是很简单的，以前就是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瓷器碗，然后就那样，你要吃什么都减，你要吃多少这样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才几毛钱而已，就1碗。因为我这样转后面看，我看现在真的有很多东西，看羊肉圆啊、羊角筋啊、羊肚啊，什么都有。以前有这些是吧？没有，以前只有羊肉而已。以前没有这么齐全，但是你看他现在拿到米其林的嘞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吃到的肯定是非常丰富、非常好的。我们以前在财团头卖，因为搬来这边，我的师傅帮我取名。叫财团头羊肉汤。1988年，我跟我的师傅学2、3年，学了过后，我搬来这边就开始自己做，在这边做了有30多40年了。弟弟，你有吃过吗？我这个是第一次吃，可是我吃过一个羊肉沙爹的。羊肉沙爹，也算是羊肉了，对。OK， 哎，这样我们来看看一下，你看，试吃它的汤啊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。
对这个是洋酒的筋，对，那个它很筋， Q 很 Q。而且我发现很多人都会吸它里头的这个，里头的这个是什么啊？他们就他们是筋啊、宝啊还是什么？啊，水啊！会不会觉得你好像找到你的初恋？这个是不是你的初恋？这是我的旧爱。旧爱。哎，小孩子笑什么？好吃啊，羊肉好吃啊。哦，哎，这个是羊肉丸，以前没有的。我吃一下。这个羊肉丸比较有弹性一点，不像那个猪肉丸。可是那个味道是大概一样的，然后没有那个羊膻味啊。但是现在是有。以前我常常吃的，这个是羊肉啦。哎，羊肉这个是排骨，羊排也是很好吃的。对，它的排骨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边是一点白肉，有没有？然后中间是个瘦肉，然后这个在排骨，这个靠近排骨的地方，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筋来的，薄薄的筋来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哈，你吃下去有3种不同的口感，这样一口就可以了。很好喝，当然一点点就是羊本身的那种味道是有一点，但是不是人家说哎呀很骚啊很骚，不会，蛮好。羊肚哦，羊肚对，这个羊肚就是这个，对，它的羊肚。我的找不到哎，好像没有加羊肚。弟弟，你是不是不吃姜跟这个香菜了？没有，我是有吃。汤跟我们不一样的，对，它没有香菜。我吃姜，可是我没有吃香菜。为什么？因为香菜有一个很怪的味道。那个怪的味道就是好吃的味道。对。找到宝，这是什么？弟弟，你有看过这个吗？这个，很像豆腐哦。是头脑哎。头脑，羊脑，羊的头脑，羊脑。哇，这里也有羊脑哦。这个先是它的原味。像豆腐一样哦，没有什么味道哦。如果你要比起猪脑来讲的话呢，它的口感不会比猪脑来得更绵啊。那种猪脑它就是那种很绵啊，然后有些人就很不喜欢那个口感啊。可是这个还好，它就会像就像你所说的豆花这样，而且那个味道又不会很重哦。OK， 它的味道 OK 哦，我可以接受呀。对 ，OK， 来我试喝那个汤了，这个喝那个汤水，那个汤最重要。哇哦！我觉得它也是有加入少许的那些药材啊，有在里头，对吗？我觉得好像八角啊，还有那桂皮啊，对，我喝得到一点点的药材味，可是没有到很。而且那个味道也不会太那种，你喝了会觉得很腻啊。我们煮的羊肉汤的材料是陈皮、桂皮、八角、甘草、老姜，还有蒜头。除了这样，我们还有那个羊筋、羊肉圆、羊肚、羊脑。我们的羊肉从纽西兰进口过来的，那些肉要熬2个多钟头才会软，才不会硬，才会香，会入味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很特别了，我跟你讲。我这样一看我还以为是虾米。不是虾米。你又来，不会觉得是？你不要再误导我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我是吃了几10年的，这个是南姜，里面有南姜加上蒜蓉还有这个白醋，对，这个沾这个真的是很大。所以以前你们都是这样吃的？这样吃的，还有这个也是。南姜辣椒酱，南姜辣椒酱。现在我们有发现，东西跟肉类卤的或者是这种肉类的你沾这个辣椒酱，它辣椒酱里面一定是有放南姜的，所以很香，南姜很香。哇，这个你看，哇，你看这个筋，这个羊酒筋，你看，就是我每一次就是要找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哇。我蛮喜欢这个，有一点酸那个味道，那个。他们南姜也不会说那种很辣不会，它是香味比较多。你看我们潮州的卤鹅卤鸭一定会用到它。我觉得配上这个姜过后，这个羊骚味就比较少的。比较少因为那个姜有一点盖住那个骚味。我觉得那些喜欢搭配辣椒吃的吃这种辣椒对。对，因为它是酸辣在里头吃的时候配那个肉，其实也是蛮开胃的，因为它里头就是那种酸的味道。潮州人的吃法，那个南姜粉要放在辣椒里面，才会香，会入味，很好吃了。也是你们不喜欢吃南姜就不用放辣，我们的辣椒也是吃起来很香，一点点辣。
看排长龙了，你看后面哇，排长龙了。我跟你讲，有在排队哦。不久的将来，你将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在排队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我没想到第一次我吃到那么饱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位置吃。你今天选我这道接下来的，我有可能会了。我等待你那道。我们待会儿再聊吧。走吧，出发。算一算，我大概有40-50年没有吃到这么传统的羊肉汤，我终于解馋了。如果讲到传统的这种羊肉汤，我应该是第一次吃过。第一次啊？哦，我是第一次。怎么样？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那个骚味。膻味。可是我跟你讲哦，如果没有这个味道的话，就不是羊肉了啦。对啦，是因为 OK， 我解释给你听啊，因为那个羊它的消化系统其实是蛮复杂的，它吃了东西之后呢，其实会反刍，然后又吞回去，所以它里头的那个微生物就会发酵，然后起那个脂肪酸。哦，它有帮助消化这些东西。对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又看它的品种，对，品种不一样也是会。公和母有差别，那些公的会比较有膻味。哦，公的啊，你要懂得知道哦。因为不过老实讲，听说有阉割就不会，好像那公羊啊，你阉割之后，它的骚味比较少。有可能那个骚味也是来自于那个公里头，他们就发出那个 testosterone 啊，才会有那个男性的那个费洛蒙还是什么？哦，年龄，对，年龄也是会导致那个年龄是非常敏感哦，会敏感的。通常那些比较老的那个膻味就比较重，所以我问一下，你不是羊啊，你不，我是，你不是羊。啊？好水板哦。有。猜创意，你的料理的菜名。猜创意料理的菜名，4分钟应该可以了。来，噔。这个是什么？白胡椒咯，蒜头一定汤的啦。胡椒蒜头都是香料很好的，都有香味的。这个就像肉骨茶啊，对啊，肉骨茶对咯，制作肉骨茶也是有蒜头跟白胡椒，但是今天不是叫你去吃，应该不是啦。我觉得有可能会是羊骨汤还是什么？羊什么？羊骨汤。羊骨汤。肉骨汤啊？哦，肉骨羊骨汤哦，羊骨汤。但是不可能啦，又吃羊骨汤。我们刚刚才喝这个羊肉汤。对呀，我不要再喝汤了。这重点是要猜那个菜名。菜名不可能。蒜头、白胡椒、羊肉炖羊肉排骨汤，干炒羊肉。那你可以猜菜名的菜名，他们取的名字对呀。那你可能的。暗示 OK。3个字。3个字。羊骨汤。羊什么？羊骨汤。蒜羊，我觉得是胡蒜羊啊，不然是蒜胡羊。胡蒜羊。我觉得你好像已经give up，有被罚了。我已经准备被罚。OK 了，我们锁定答案了。胡蒜羊。胡蒜羊。那又来了，白板又来了。哎，有答案啊！哦 ，1 2 3。哎呀，我们很靠近。刚才我们有讲到肉骨茶嘞。这个就像肉骨茶啊，对啊，肉骨茶对咯。所以有可能是羊。所以是创意料理的话呢，有可能他们做的不是汤。我刚才是想，就是第一道菜已经喝汤了，第2道菜又要喝汤，会有一点。他可能说不是汤。对。所以你觉得是干的？对，如果干板的话。怎么知道那么多？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他预先知道。你今天有任务。没有，我任务在身了。有秘密任务。他有一个秘密任务啊。没有。他知道太多了，每一题2个都没有答对。如果被我们答对的话呢，有可能就害到他。哦，在这里啦。哇，这边。这里咯。现在我们要去吃创新料理了。不讲话，在找什么？我看你眼神不对了。
来的饮料都不对。这个是 production team 给你的 punishment。哦，所以我们来接受惩罚先，然后再喝我们的羊骨茶。就这个看起来应该是用那些菜还是什么搅出来没有的。，其实先苦后甜，通常在爱情的道路上也是一样不。然我一口就喝完了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闻起来很像那个。哦，不要紧，哦。哇，很好喝嘞！小麦草。哇，很好喝，很好喝，一定是好喝， Sweet grass 对吗？你要不要喝？好喝，给他一点，要不要 try 一点？你要不要给试一点？试一点。很好喝，很好喝。我正一句话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可以了，我们要等 surprise 出现了，因为昨天大饼跟我讲会让你 surprise。OK， 这个味道是吧？不错是吗？想想上我们喝过苦茶的哈。OK。好苦哦！好苦哦！通常恋爱的道路开始都是苦的，苦的就会成功，苦的就会成功，先苦后甜。好，先甜后苦就不好。它苦到这样，我不知道它里头加什么。因为我喝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那种你用草这样搅拌起来，可是它不会来的那么浓啊，它的花不会厚度不会那么厚。会不会是有苦瓜汁？哦，我觉得是苦瓜汁啊，苦瓜汁啊，苦瓜汁。如果是真的苦瓜汁，这个哪里可能是证明我们今天比较这个是奖励耶，对身体好，哪里可能是处罚耶？哦，我觉得处罚的这个就是给他了。你看喝一小口而已，他整个人苦到这样哎。可是我就是很喜欢这种东西啦，我觉得制作组不是很了解我啦，所以给我们喝了这种东西。他太喜欢你，太爱你了。对了，爱我啦，懂吗？你看制作组全部崩了。哎，好的，不知道要怎么做。不是，他以为我的脸会这样。不是，好的东西值得期待。啊，期待，好。啊，给你们一点啦，可以啦，不要讲我对你们不好。它里面还有一张。你现在在主持节目嘞，不是在演戏。哇，后劲很足啊！哇，这个哇，后劲很足。我跟你讲，这看年龄的，小孩子一下子就觉得很苦啊，然后这个年轻的又一段时间就很苦，老的又回到家才知道苦。OK 了，我们喝完这个就可以喝我们的这个羊骨茶，对，每次要讲肉骨茶，因为真的没有想到有这一道叫做羊骨茶，这个就放一边。哦，来了，哦，哎，等一下来了。哦，来了。哦，人不得。所以这个摆盘真的是很特别，谢谢。我没有想到那个羊骨茶能到这样。闻的时候其实蛮像肉骨茶的。对呀。闻的时候有个胡椒的味道。哦。他们里头也放了这个豆汁，就是我们常常在肉骨茶里头会看到的。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我还会是那种比较 traditional 一点的。传统的啦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肉。对，可是这个就是有一个创意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式跟中式，因为西式他们就是拿这个羊肉去烤嘛，然后中式就是呈现这种肉骨茶的方式，然后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呈现我们这个创意料理啦。我会用羊肉来取代猪肉嘛，是因为经常我们在新加坡小贩中心吃的肉骨茶嘛，猪肉煮太久了，它就已经失去了它的肉的鲜味，所以我们就改进了一点点嘛，就把那个猪肉改换成了羊肉。这个汤有一个很重的胡椒味，跟其他那个肉骨茶有点不一样。但是我觉得很意外，它进来没有那个羊膻味，哦，羊膻没有。可是你其实呢喝得出，它其实是用这个羊肉熬出来的汤，所以特别比较油，比我们肉骨茶油了一点。现在 OK， 我们应该吃那个羊肉了啊！你羊肉哦，那个羊肉我这样拿的时候来的比较嫩哦，跟我们吃的第一道，我觉得会来的比较嫩。你看，你直接用你的叉在
我觉得可以像你通常这样吃的啦。用手对，这样。但是我发现这个羊排比较，它这个是部位是羊排，就是羊的那个肋骨那边，对，我本来想要蘸那个辣椒酱啦，可是我们吃那个原汁原味先。这道没有像刚才那一道比较难咬，可是这个是一下子就咬断了，可是没有到入口即化那种。哦，它那个煮法不一样，因为这个它是有拿去熬，然后是烧。刚才那个啊，它就是煮熟了之后，它剪给我们的，出来也那个口感不一样。我觉得它熬了很久，它有可能是熬了之后再拿去烤。所以熬之后呢，那个肉质会来的比较嫩，然后嫩了之后呢，里面还有瘦肉跟肥肉嘛，再加上它拿去烤的时候，那层皮外皮哦，有一点脆脆的口感，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就是有脆，有那个肥肉跟那瘦肉在里头，那不同层次的这个口感在里头，而且加上那个羊膻味也不会很重。我跟你讲，所以我蛮喜欢这道菜，其实。现在我们来猜一下，刚才你讲的那个有道理，就是说。它这个熬了之后拿来烧，我呢猜是烧了之后拿去熬，看看我们哪一个对。煮这道菜的时候嘛，所以把我们的食材嘛，就有蒜、青葱、八角、月桂叶、肉桂，还有羊排，都放在锅里面，就在我们的oven就煮了差不多2个半小时。煮2个半小时后，就把羊排拿出来，放在我们的火炭上面嘛，就烤了一下，就给它有一点那个 smoky 的 flavor 嘛，吃起来就更好的口感。所以我们的汤头嘛，跟外面的就有点不一样。煮完后嘛，我们还加了多一个步骤，就是把我们的蒜蓉啊、白胡椒、青葱都搅拌在那个汤里面，所以看起来跟外面的潮州式的巴布得嘛，它是比较轻嘛，我们看起来是比较有一点层次感，喝起来的时候那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创意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有一点标新立异，然后就是能够刺激到我们的味蕾，那就是一道成功的创意料理。对，有惊讶到了，有惊讶到。来，这边设了创意的哈，就要看小朋友的了。来，不是汤的啦。不是汤的，我觉得很难讲，很难讲。OK， 来，可能啊，来，我们出发喽！哇，吃饱饱。哎，没有想到哦，我们一吃哦，今天就吃了2道羊的这个美食。但是很多人是很怕这个羊膻味的，可是我今天吃到的2道还好，还不错。其实说到羊肉哦，你们知道羊肉这个它的胆固醇呢是很低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哦，意外嘞，我真的不知道嘞。哦，但是如果体质热的人就不要吃太多啊，你的就会有眼睛会有那个红丝啊，喉咙就痛，就是说你已经上火了啊。我们又不是每天吃啦，就是适量的吃。但是老实讲，如果3道一起吃也是破纪录了，因为我已经几10年没有吃羊肉了，今天已经连续吃了2道了。哎，等一下还要吃到那一道。OK， 我还有多一道哦。对，我们开了才，我们开了才知道。OK， 来，开了一下，看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哦 ，cheese。这样不可能是汤的。羊肉和 cheese。哎，弟弟你应该懂啦，弟弟。我真的不懂。你懂啦，你不要骗弟弟。来，我刚才讲羊什么？羊 cheese。是用什么来做 cheese？ 哦，羊的 cheese。牛奶。哦，我们有我们的白板了，你看，又来了。猜猜游戏第3道题，除了羊肉和羊奶，烙，做出其他4样材料。什么材料？3道菜的材料。哈？羊肉和 cheese 呢，就通常他们西式他们会就是切出来那种一片拉米啊，然后就配 cheese， 然后用那个肉这样包起来一块。萨拉米还有什么材料？还有什么？你一定懂的。你看弟弟，我就在想，这样会不会可能跟面包有关系？而且你要记得，羊肉里哦又来了白板又来了，哎呦，还有那么多白板啊！没有，你自己写，你们猜的。哦，写我们的答案。黄面包、蔬菜 biscuit， 番茄咯，黄瓜啊 potato， 鱼可能会有吗？鱼啊，
你讲什么鱼我写下去。怎么可能会有鱼？其实有什么？chips。哦 ，chips 啊 ，French fries chips 啊，没有 cheese 呢？这个他是讲 cheese。那种拿出 cheese 啊。cheese。等一下，hamburger。对啊。哦，我们真的有可能就是吃 hamburger 哦，羊肉的汉堡包。因为小孩子喜欢吃汉堡包啊，所以他们可能就是。有可能他们就是迷你型的。我觉得我们猜没有，我觉得不会太迷你，它是中型的。OK， 成功吗？哦，是期待呀，答案还没有出来呀。没有啦，答对答错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没有非要，我不需要惩罚。的是他。对啦，我就觉得是汉堡包，它最有可能性，因为我不要那个惩罚，所以我才希望是汉堡包。3时刻要去吃我们小朋友爱吃的料理了。哦 ，OK， 我们来了，走吧。哇哇！哇，不懂要爬几楼哦？不懂嘞，这里没有电梯的。每一次我跟你讲，制作组啊都会给我们一种惊喜，然后叫我们在运动多一点啊，消耗体力，可以吃多一点。真的是要消化一下啦，做一点运动啊。呀，我在运动。应该是这里。啊，对，到了。这里啊。啊。敲门，快点。这边，敲门。哦，studio拍就是啦。不是来吃东西的啊。哇，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奖励了。我们答对吗？第一道和第3道我们答对，所以我们有2个奖励。哦，你是制作者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啦，因为食物都不一样嘛。老人家的是传统的啦，是你们吃豆沙饼，然后小孩子吃的就是蛋糕喽。OK， 来，吃一点，你们来。哦，来了！哇，这是我们的 Rainbow Burger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哇，真的是有惊喜哦。真的。哦，来了！哇，这是我们的 Rainbow Burger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哇，真的是有惊喜哦。真的。哇，听得到声音了。我觉得这个 burger 有一点像 barbecue style 的那种，因为那个羊肉是 barbecue sauce， 我觉得有放一点，会有一点辣，可是没有到酱辣。这如果给你吃，你会喜欢吃吗？可以啊。其实你会觉得蛮像那个 Ramly Burger， 你有吃过 Ramly Burger 吗？有啊。他们就是里头有可能因为他们放的这个 barbecue sauce， 所以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香。而且你们发现他们用的面包也是很特别，他们用这个 wholemeal 的面包，他们没有用我们普通用的那些面包，对吧？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汁哦，全部就是被那些面包吸收在里头哦，你不会觉得很绵呐。wholemeal 的可能是在有起来的那个感觉比较不快吧，而且它不会融掉。对，你说白面包的话，整个已经完蛋了。对，白面包是吸收完就完蛋了。我们这个汉堡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蛋黄酱。我们蛋黄酱是用孜然做的，所以会有孜然的香味，还有mayonnaise的甜味。我们做这个酱料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拿那个孜然去炒，炒的香味出来了，我们拿去打变粉，然后放在一边备用。第2个步骤就是要拿刚刚打好那个孜然粉、掺蛋黄、芥末酱、醋、红糖、喜马拉雅盐、烤大蒜、柠檬汁掺在一起，慢慢打了，然后那个玉米油就慢慢打到变成浓稠度，那个酱料就完成了。不过它的里面的这香味好像有它里头就是有茴香的那个味道一样。茴香。小茴香，我觉得它里头放这个腌菜也是很好，因为它就带走一种酸的味道哦，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就不会很腻啊。而且你没有发现，它这个应该是羊肉的碎肉饼来的，9碎，对，它不是整片的，所以游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。你们有没有？如果是整片的话，就是游起来会比较韧性，小孩子可能不好，所以用这个肉碎，小孩子吃起来应该吃得更方便。有没有吃到那个 cheese？ 呀。里头也有 cheese 哦 ，feta cheese，它是用那个羊奶来做出了这个 cheese。
羊奶这里头有，其实又不会很重，而且我觉得呢，它里头全部混合在一起哦，你吃的时候你那个羊膻味哦也不会很重，有没有觉得到？这样吃的其实刚刚好，恰恰好。好，平时比较少吃 cheese， 也是不太喝牛奶。你看羊奶有些羊奶，所以从今天开始证明，这个汉堡包不是他们的专吃的，老人家也很喜欢吃。其实我是蛮喜欢的，它的这个味道哦，不会很重，也不会很腻。刚刚我觉得我们小朋友喜欢是因为你可以一大口整个一起吃，然后那个感觉就很爽，你可以咬到很多的那个材料。好，来我看看你一大口有多大，来，哇，真的够大口。我觉得你这个 cheese 很特别，那个羊的 cheese， 因为跟其他 cheese 不同，有一个这个没有这么 cheesy， 然后这个是比较滑一点，没有像普通的 cheese 一样还要咬的。我们做这个羊肉的汉堡，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拿那个羊肉饼裁成薄薄的芥末酱还有盐，然后拿去煎，煎到香脆，然后我们就拿出来放在一边备用。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拿我们那个面包拿去煎差不多20秒，让它的那个面包蓬松，然后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。第三个步骤就是我们拿刚刚煎的羊肉再煎多一边，然后放那个 feta cheese， 让它吃起来会有一点咸香味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们拿那个面包涂上我们的那个孜然蛋黄酱，然后放生菜、羊肉饼，还有我们的 bigger eggplant， 然后这道菜就完成了。我们的 Rainbow 汉堡配上薯条，还有nugget，很适合小孩子吃。这个汉堡包真的是很特别哦，里头不只是有羊肉啊，还有用羊奶做出来的 cheese 啊。所以我在想啊，制作组会不会带我们去什么这个牧羊场呢？应该会了，快点吃，快点吃。他点头，你怎么知道会去？我猜应该会的，算一下。你算很厉害的，他真的点头哎，所以快点啦，快点吃，我们再过去了。导演跟我讲，给你 surprise， 也是喝汤没有？没有。是汉堡包。对。哦，来，哇，上。哎呀，拜拜。欢迎大家来到牧羊场。哎，我们今天去充当谁？当15岁，我们来当15牧羊。来，廖，哎，你好，我们是3次客，今天又跟你学东西了。好，可以说我们进去之前呢，我给你们讲解一些羊的知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这些我们在牧羊场养的羊呢，都叫做山羊。这些山羊呢，专门来挤奶的，我们叫做奶羊。你知道吗？羊是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，在1万年前，我们人类已经开始养羊了。哦，学到东西了。哇！所以李恩叔叔，绵羊和山羊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山羊跟绵羊最大的分别，你看这边的图案，你看山羊的毛比较短，绵羊的毛比较 QQ 比较厚。而且呢，山羊的体质比较大、比较高，而且山羊有几个用途，可以用它的毛、它的肉、它的奶或者它的皮。可是绵羊呢，2个都用，肉跟毛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在所在的地方，是因为他们的环境吗？所以他们会生出来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这样子讲也对吧？山羊本身呢，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品种。所以好像我这边养场品种呢是奶羊，所以它们的体型比较小，毛比较短，可是它们的乳房呢超大力，所以可以挤奶。对，可以挤奶，它们产奶。挤奶的啦。明白。那如果说到肉啊，肉啊，那绵羊的肉还是山羊的肉会比较好吃 ？OK， 等下我跟你讲，我们去巴沙买绵羊肉，1公斤大概是40块。OK。山羊肉1公斤 before process 是400块，差这么远差这么远，就是好像我每次跟顾客讲，好像我们吃牛肉这样子，我们吃澳洲牛肉或者是日本牛肉，这个是属于日本，这是在新加坡养的，等级了，所以就是说这个好的羊，所以价格就比较贵，而且是没有味道的，对吗？对，因为它的羊骚味比较少，而且它的脂肪跟胆固醇较低。哦。
来走这边。哦，第一次看到。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每天挤奶的地方。我看到他们在放这个机器去挤那个奶之前，他们会用手去挤一下，那是有原因的吗？ OK， 好，那个杯子，那个杯子上面呢有一个很细的铁网啊，所以我们把第一次的奶挤进去，如果奶很自然的 smooth 的挤进去的话呢就没问题。如果挤的上面好像有豆花的现象呢，就是不好，就是讲杨妈妈要跟我们讲她不舒服，不要用她的奶。啊，那我们就会用人工呢，把那个乳房的奶全部挤掉、丢掉，然后让它休息，到它好为止，再 back to normal production。哦，OK， 明白。一头这个母羊哦，要养到多大才可以挤奶？这些羊呢，大概一年就成熟，成熟后我们就让妈妈去配种。配种呢，羊妈妈就怀胎大概5个月，5个月过后呢，98%羊妈妈一定是生2只小羊出来。啊，生了2只小羊出来过后呢，乳房才会开始产奶，产奶大概8到9个月，8到9个月过后呢，乳房慢慢干掉，没有奶，那怎么办？啊，我们又让妈妈去配种多一次，连整个过程再巡绕多一次。所以他们挤奶的过程是怎样的？就是直接用这个机器这样把那个奶挤出来吗？所以我们在这边呢都是用机器来挤奶的，啊，因为呢用机器比较高效率。说如果你想以前的农夫他们就用手挤的，对，用手挤的话，整百次的话呢，挤完过后呢不用吃饭的，没有力吃饭了，也没有时间吃饭了，因为整百次啊，对。而且我觉得这样用机器挤奶会比较卫生。对了，卫生对。那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只这种母羊 ？OK， 我们农场呢大大小小公的母的加起来差不多有1200只，哇，母羊大概有现在呢大概有300到400只。所以这些羊妈妈呢，每天都会来这里1天1次来挤奶。底下你们看他们来排队的时候是有很秩序的，从前面排到后面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来这边呢，好像我们去SPA 的感觉，因为他们来这边呢是来松懈自己。哦，好像就是说，因为如果他们的胀奶胀得太厉害，对，就不舒服了。对。那通常你们挤出来的这些奶需要再加工吗？对，一定要。所以你看那个羊妈妈呢，给我们从他们的乳房呢把那个奶抽出来过后呢，我们叫做生奶啊，对，生奶。在新加坡呢，我们不可以卖生奶，是犯法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低温杀菌过后才可以包装卖给公众。哦，这样啊。那请问，这个羊奶的好处是什么 ？OK， 就是讲羊奶呢是最接近我们人母乳的奶。啊，而且羊奶有几个特征，就是讲羊奶的蛋白质最高，胆固醇跟乳酸最低，啊，所以那些好像对奶敏感的人呢，可以喝这个，而且那些身体比较弱的人呢，喝羊奶呢会提高他们的免疫力。哇，明白明白。我们可以去喂羊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们再走吧。好，来走。那通常羊是吃些什么的？对，羊呢都是吃干料跟木须甘草，你们手上拿的就是木须甘草。哦。那他们有没有好像甜品啊，或者是什么了？那水果这些没有？没有了，他们只是纯粹吃这些。纯粹良药。因为这个木须甘草呢是从美国进口的，而木须甘草呢富含有高蛋白质跟矿物质。那他们一天可以吃多少哦？他们一天至少可以吃1到2公升的草。所以李恩叔叔有什么技巧可以喂这个甘草？所以第一点呢，你要告诉自己，羊是一个很温柔的动物。第二，不要怕它，它不会咬你的啊。所以你把草拿出来呢，这样子一根根喂，或者放在手上，这样子给它舔也可以。所以是不是每一只羊都会长角的？还是就是讲山羊呢，不管是公的或母的都有角。OK， 而且有些呢还会有胡须。是公的也有胡须吗？没有，不是。母的也是胡须，就有些对啊，它的特性就是讲胡须呢，公的、母的，有些母的也有，有些公的也有，可是有些公的也是没有胡须，把它们共同点就是都有角。OK 了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喂羊了吧 ？OK， 来。他们自助餐啊，自助餐呢？你看，难得有人来为他们自助餐，来，自助餐。哇！哦 ，OK，好了，没有了，拜拜。
了，没有了，不要再跟了。没有了。来，天气有点热，我们来品尝点羊奶好不好 ？OK。来，有巧克力跟巧克力跟原味的。是那个你应该是不喝羊奶的啦。我不喝奶的，牛奶都没有喝，羊奶更不敢。来到这边要品尝一下。啊 ？Oh no！ 品尝一下。你要我挑战？好的，我答应你。好，我为我孙子挑战，因为我是孙子，现在在喝羊奶。哦 ，OK， 好。羊奶会不会比较容易坏？还是我们的产品会比较容易坏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放任何的化学物，所以这些你们在手上呢都是纯羊奶。而且小弟的这个羊奶呢，巧克力呢是用纯正的可可粉，所以没有糖分的。然后这个可以放在这个普通常温多久？还是一定要放在冰箱？对，一定要放在冰箱。冰箱冷的话呢，可以收大概10到14天，一定要冷。我一直对羊奶的这个概念哦，就是它有一种羊的这个味道了，所以我不会很喜欢。可是没想到我喝的时候，它其实是很新鲜哦，而且没有那种味道，加上那个可可粉在里头哦，就比较甜呐。哇，这是我有生以来几十年了，半世纪第一次这样。谢谢你的支持。这个节目真的有突破。哎，再给你多一点，但是我怕我万一你试喝先，不给我口水来，你看我你再倒，等下又再倒在。不会，你拿。闻起来很像那个哦，不要紧张。你拿，又再倒在这个地方，不然我们再跟他拿多一个就可以了。不要啦，不要好多东西不要浪费。你又多一点。那这样我给一点，你要把这个给过来，可以吗？完全没有味道。好了，不要。好过了。真的。喝完了没有，弟弟？那快点喝完了，喝完了我们要谢谢哥哥一下，快点不要叫他叔叔啊！刚才你从前面就叫他叔叔，他看起来那你会叫叔叔。冻龄的，你真的冻龄，不要讲年龄啊！我知道。今天真的是谢谢你啊，谢谢你 ，OK， 拜拜。我们吃了3样不同的羊肉料理，第一道是传统的羊肉汤，第2道是创意的 lamb good， 还有第3道是小朋友的羊肉汉堡。爷爷、哥哥，你们会喜欢哪一个呢？让我选了，我已经有一个了。哦，哎，不是一起说了，一个人一个慢慢说了。还是弟弟先说也可以。还是你要不要说你是不是那个卧底？不是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你是那个卧底。我不是啦，这个不是重点，没有，不是，重点是 OK， 我会选那个羊肉汉堡。我觉得它这个羊肉啊，它烤出来的时候呢，真的是非常的香，而且没有那个羊膻味。最重要的是它里头加的那些其他的材料啊，重点是不会腻，我会还想要吃多一个。不错。书生大哥你呢？那我就选那道跟我世上的几十年的古早味羊肉汤，因为它一呈现出来呢，哇，这是我要的，因为里面很丰富。你看有这个羊角筋，还有这个排骨，还有这个瘦肉，还有最主要就是还有那些内脏，都是我喜欢的，而且它汤头也非常好，再沾上那个有南姜味道的辣椒酱，哇！ OK， 那到你了，弟弟。我会选那个第3道，是我的那个羊肉汉堡包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很喜欢吃，因为那个羊本身没有膻味，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吃汉堡。它羊肉的处理的方式就是很特别，就是还拿去烤，烤了之后它就有一定的这个香气在里头。然后就因为没有这个羊膻味呢，小朋友就喜欢吃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很奇怪，我不懂为什么汉堡就是很吸引小孩子。我的孙子也是，有可能因为里头他们放的那些酱也是啊，那个 mayonnaise 啊，那些 pickle 的那些菜啊，就增加了那个味道，多一个层次。真好。OK 啦，所以今天吃完了羊肉呢，我们下个星期会吃些什么呢？那我们3吃客下星期见。